迎大家来到丽来陪我看房。大家，你是不是常常在2个房源之中不能决定你要买什么呢？不管是中古屋、预售屋还是新城屋，大家都想要买一个经济又实惠、装潢起来又便宜的房子。现在我们润年可以陪伴你一起去看房。为什么会有这个 idea 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我已经没有在做中古屋了嘛，但是呢，我们收到了一个业主的来信，然后他就真的就是很希望我们可以帮他做这个设计。那其实我还想跟大家重申一次，我不是不做中古屋，但只是要做中古屋的话，我觉得口袋要很深，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些做中古屋的原则在。那这个业主呢，因为他也是有看我们的 YouTube， 所以他也有知道说啊，装潢中古屋其实就是会花很多钱，那他又希望可以在有限的预算之内把这个房子装潢好，于是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是什么？就是带我一起看房。那这个看房的过程呢，其实业主的心中他已经有了2个房源，我就觉得好像可以趁这一次的机会跟大家分享设计师会在意的点是什么。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因为这一次的房子是中古屋，所以我觉得我就跟大家分享中古屋的看房技巧，然后跟我们以这2个房子为案例。首先呢，看房子最开始大家会先看什么东西呢？你说，我会看平配。总之呢，你第一段呢跟大小你都选择妥当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会先请房仲把平面配置拿出来看嘛。业主他先把2个平面配置传给我看，我给他的回复是这个，我必须要亲自看到屋况，我才能判断哪一个比较好。因为呢，大家可以看这2个平配，如果简单只看这2个平配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先选择这个比较方正的格局，因为这个比较方正的格局感觉就是比较好发展啊，简单就可以隔出3房2厅跟什么。可是，那你就一定不是润年的忠实观众，因为润年的忠实观众都会选择什么呢？就是会选择这种有机灵、有玄关的格局。那所以呢，这2个平配其实先来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本来心中就是比较属意这个有点像是么字形的这个平面配置，可是实际呢，就是我们带你们继续看下去。为什么我会说其实老屋翻新比较复杂的地方，就是什么东西你都一定要自己实际去看过。因为单看平面配置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配置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实际进去看呢，就有发现它这里面有几个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柱子的位置，因为它柱子呢都在一些比较刁钻的位置不能改。但是呢，我要先说，就是其实怎么样子的配置能改成什么样的样子，主要也是看业主他有什么需求。那像这个业主他有一个需求，就是他希望可能有一个 open space 的中岛。那你看这个柱子在这个位置，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我是想要先跟大家分享，如果是以我设计师的观点的话，我会怎么选择房子。首先，新城屋跟中古屋之间，我只有2000万的预算，我其实首先就会像刚刚就是我们团队的人说的，就是看一下你想要什么地段跟什么坪数。如果你是一个有开车的人，你不是太介意你的房子在比较偏远地区，因为你去哪里都可以开车的话，那你或许就可以选到坪数比较大的预售屋，或者是坪数比较大的新城屋。可是万不得已呢，就是你就是希望地段可以好一点，可是你又想要一模一样的坪数，那你就只能往中古屋的地方去。那往中古屋的地方去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件事，最大的原则，虽然我们刚刚说可以先看平配格局是不是你喜欢的嘛，但其实在我心里，中古屋就只有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它有没有在漏水。有漏水的房子，我是完全不会考虑的。刚刚这2个案例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嘛。业主其实他对第2个那个比较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为什么不高兴？我就是很在意他有没有出镜，这样，所以就今天可能只能这样子跟大家聊了。你可以走吗？可以吗？漏水就是最大的 concern， 因为其实呢，这2个房子，我说坦白的，我实际去看了，就是它格局各方面我都觉得还 OK， 但是直到第2个格局，我走进了那间小房间之后，我头也不回，再也没有多看这个房源一眼，然后我就直接小声的跟业主讲说，这个房子我不会考虑。为什么呢？大家有看到这边的漏水吗？因为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这是10年或15年以上的房子的话，老屋会有的问题就是它的漏水可能已经不是什么水管啊一些比较简单室内潮湿的问题，而是它是结构性的漏水。那像这个一看就知道算是结构性跟窗框的漏水，那你能够解决的方式，你要不就是把窗框整个换掉，可是通常可能管委会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么做，因为他们会有一个一致的建筑外观。你看他都不太开心，每次只要一聊到中古屋的事情，总之就是不高兴，他就是不喜欢中古屋。因为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概念上是有分2个种类，一种呢只是单纯你哪一个水管破了，或者哪一个水管没装好，这种算是设备性的漏水，或者是例如说这个水龙头是有瑕疵，然后它会从边边漏水，这种我觉得就是可以解决的。可是呢，另外一种呢，结构性上面的漏水，就例如说你房子太老，你外墙有裂，然后或者是你楼板有裂，或者是你窗框，我很想问大家知道窗户是怎么跟你的建筑结构结合在一起，你们知道吗？窗框它本身它可能都是一个铝框铝制，
的东西。然后呢，窗框的这个框它本人的里面是空心的哦，所以通常呢是建筑的结构做好了之后，泥做都做好了，就砖都立好了，或者是它那个墙是钢筋加混凝土的墙，然后都已经有了结构之后，因为它等于说是会像是一个么框这样子，这个框再套进去这个里面，然后再在里面灌水泥，让它凝固了之后，然后再在窗框的外围打矽利康，这样结合起来的。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以前的课程，就算一个什么呢？就算是一个异材质的连接。所以异材质的部分其实就是最容易会有破口，或者是它会因为台湾的地质环境地震的时候，它会裂开或漏水。但类似像这种的，我都觉得它是不可逆的，因为一旦它裂了之后，你不管怎么补，我觉得都是徒劳。我这仅代表我个人立场，因为也许有真的更会抓漏的人，他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只是以我自己的经验上，我已经住过2、3个都是会漏水的房子。我自己的本家就是我娘家，也是一个会漏水的房子，然后一个30、40年的屋。我老公家就是高男的家，也是一模一样，一个30、40年的房子，然后一模一样的漏水状况，都是我自己的家哦，那都是买下来的家哦，所以我们当然会很认真、很尽力的想要解决这个漏水问题，而且是不择手段，然后不管花多少钱哦，甚至我想要跟你们分享，我娘家是已经用铁皮把整个屋顶啊跟整个楼板都包过一次哦，但是有没有用？跟你们说没有用，它只是当下有用，就是1年2年它可能没什么问题，可是3年4年5年6年7年之后它一样漏，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老屋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你不是一个像这样子透天整个全部打除重做的话，我觉得漏水基本无解。可是我们就回到那个问题，你会想要买一个房子，可是它不到1、2年，或者甚至你更倒霉一点，可能这5个月里面突然有一个大地震，它就开始漏水。这样子你心情会好吗？所以我觉得漏水它首先就不在我的考量的这个范围之内。第二点呢，我觉得延续我们刚刚说的，其实我就会看窗框是什么材质，应该说我会直接看窗户是什么牌子的。我必须跟大家说，哇，窗户百百种，就有百百种牌子、百百种材料，每一个牌子、每一种材质它都有它的年限。如果以我来看，我觉得最好的是气密式的铝门窗。为什么我会说我会看窗框呢？因为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窗框是一个不可改的颜色。如果你今天买中古屋，你的窗框是黑色，它就是黑色；如果你今天买的它是咖啡色，它就是咖啡色。因为其实现在是有2种方法可以改变窗框颜色，一就是漆料，2就是贴，有点像卡点、西德这样的东西。不管你是这样推拉式的气密门窗，还是这样横拉式的气密门窗，可是它都是一个需要开的东西。所以呢，它连接的地方其实就是会损伤。就即便你做了油漆之后，你把它做成你喜欢的样子，但是你常常开关关之下呢，它其实就是会有损伤。那有损伤代表什么呢？就会有缝。有缝的话，你这个气密窗就没有办法达到它原本应该要达到的这个隔音效果。我刚刚不是先讲漏水就是完全不可以嘛，然后窗框我也会看嘛，但其实在这些之前，我会先看楼层欸。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你不管是买中古屋还是预售屋的小技巧，就是大家知道台湾的建筑法，我们是有逃生跟防火的区划嘛，那所以一旦你的楼层高于一定的楼层数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做消防。那大家知道一般的房子是从几层开始要做消防吗？猜。没错，因为正常的高楼层房子有电梯的这种，从10楼以上会开始要做消防洒水。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云梯车够不到10楼以上，所以就是云梯车现在最高，它可以够到的楼层数其实就是10楼。那所以11楼以上它够不到的话，就代表没有办法有效率的把人从里面救出来。那没有办法有效率的可以把人救出来这种状态下，需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延缓，有洒水的系统在里面，它可以延缓让火烧上去的状态的话，他们得救的几率会更高。所以这是为什么从11层楼以上就会有非常严格的防火区划，一定会有洒水头。那我自己呢，因为我觉得在做室内设计的人，通常最在意的就是楼高。那会影响楼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梁跟洒水。就当你这个楼层是有洒水的时候，你一定不能把这个洒水缩短。如果你在高楼层，那你想要升高你的天花板，你想要去改你这个洒水头，可不可以呢？是可以的，但是你需要找消防技师来帮你做这件事情。因为呢，当你把洒水头缩短的时候，它可以 cover 的每个圆这个直径，它就 cover 不到原本它应该要全部可以洒到水的地方，所以它会需要增加口数。那这个其实是可行的，如果你想要把你的洒水头升高，可能你就是要多花一笔钱。所以呢，为了经济又实惠，不要多花钱的状况下，我都会把楼层选在10楼之下，因为10楼就不用有洒水这样子。所以我自己的家也是在10楼以下。这个就是通常我在看
所有房子，就不管是中古屋跟预售屋，我会希望可以买到。然后因为其实有的业主会跟我讲说，他就是喜欢最高楼层，可是要我自己本人，我是不会买最高楼层的，因为呢，最高楼层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漏水会从最高楼层先开始漏哦。因为你可以想想看，你的上面就是露台，通常防水层先破，都是会从最顶上这个楼层开始破。那通常那是一个公共区域，比较没有人管束，甚至现在有的比较好的新的建案，他们会把楼上做成是一个公设，那公设的地方它其实会种树。其实我觉得有做空中花园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因为有空中花园的建筑物其实比较 sustainable， 因为它可以帮你抵御一些太阳直晒啊，而且它可以帮你降温。可是呢，如果你树种选的不对，那它就会很容易破你楼上的防水。为什么呢？因为树跟草它们是会长根的。假如你们的建案跟建商，或者是你们管委会，他们有定期维护那楼上的树种，一旦它根长得很长，我要跟你们说，树是很厉害的，那树根是可以破楼板跟防水的。然后所以呢，楼层是在几楼层也会是我 concern 的地方。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第四个就是楼高了。楼高其实就会牵扯到刚刚那个防水一起说嘛。其实现在的房子就是越来越贵，然后寸土寸金嘛。比起以前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可能随便买一个房子都是30-40坪。现在其实我觉得很常年轻人们买的房子，就是因为家庭人口数的变化，所以其实很常落在20-30坪这个范围之内。那20坪的房子呢，其实你假如要做什么3房2厅或者是2房1厅这种，都会看起来空间很小。但空间在面积上很小的话，你想让空间看起来更大，唯一的就是立面要高，所以就是等于说你的平面面积、投影面积没有很大，可是你的立面高，你一样空间可以看起来很宽阔。所以我都会推荐大家，就是假如你在挑房子的话，就是看它楼高越高，通常会是比较好的选择。然后也可以这边帮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就通常我们的梁柱是大概20到30公分。假如你的建商告诉你说，这边是3.6米啊，或者是什么4.2米啊，你一定都要问你的这个楼高是楼板到楼板之间，还是楼板到天花板之间？好，不然考你们一下好了。如果今天你有2个建案，他们都是3.6米，一个是楼板到楼板，然后一个是楼板到天花，你要选哪一个呢？都急。没错，因为楼板到楼板之间呢，你就还要再扣它的楼板的厚度。那通常楼板厚度都是15到20公分，因为遇到的梁通常就是25到40之间，那这些都需要被扣掉的。对，就是天花板的越高，就是我的首选。最正常的状况的话，一般我觉得会遇到的建案，楼板到天花板之间的距离是3.2到3.5左右，就是这是正常的状况。但是当然有更高的，例如说我们有遇过4.2米的，我们有遇过5.6米的，甚至我们遇过6.8米的，就是做楼中楼的都有。但是就是基本上的话，我觉得它只要能够超过3.5，真的就是条件非常好的了。那3.2我觉得是正常，那可是我觉得一旦低于3的，都通常不会在我考量范围之内。最后一个就是大家很常会忽略的，就是浴室。为什么我会对浴室这么有感呢？就是因为刚好这2个案子，它在浴室上面有很大的差别。你可以看前面这个格局，大家觉得比较不好，这个模型的案子，可是呢，它的浴室是很新的，然后瓷砖是大砖，等于说你其实可以直接沿用这里面的东西，顶多你想要换设备，想换马桶的话，你只要把马桶拆了，那你是可能可以不用伤瓷砖的状况下，直接换设备就好。但另外一个你们可以看，其实这个啊，我必须得说，假如要住进这个家里的话，你这间浴室就要重新装潢。可是你们可以看哦，它有一个条件很好的地方是什么？它是下坎式的，因为这种啊，通常是在豪宅的时候会遇到，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应该算是一个以前的豪宅。它是把楼地板往下挖了，然后让你的浴缸几乎已经要跟地面平行了。如果你有养宠物跟什么啊，你是会在家里帮狗狗洗澡的话，这种浴室其实对狗狗来说是很好的，因为你不用把它抱进去，它可以自己走进去。如果是这2个浴室单就是放在我面前，我为了设计要好看的话，我其实会挑这个下坎式的，所以我才说没有什么东西一定是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本来就是这次装潢就已经打算，我就是不想用以前屋主用过的马桶，我觉得很恶心，我不想用过他以前用过的瓷砖，我觉得里面会卡霉菌，我就是打算整个厕所都要整个打掉的话，那我会觉得这个下坎式的浴室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你是有预算的考量，你就是想要用最少的钱，然后最经济实惠的方式得到一个你最想要的家里的成像化，那这个已经做好的瓷砖的厕所，而且都很新的，这个就会是你的首选。为什么我会特别把浴室这个东西拔出来讲呢？因为大家知道，其实重做一间浴室都不含设备哦，基础的泥作跟瓷砖，最便宜的状态就需要多少钱吗？你一旦要重做一间浴室啊，基础的金额是10万起跳，然后还 depend 你选的瓷砖，如果你选到了大板砖，它可能就会更贵。那你当然选简单一点的瓷砖，它可能就可以落在10万上下。可是
这些都还没有含这些卫浴设备哦。而且其实在一个家里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最贵的东西就是卫浴设备跟电器设备。就如果你今天有用到什么电子马桶，它贵的可能会到10万到30万都有。那如果你是用全无缝的面盆，它一个面盆可能都要6、7万起跳。整个空间里面是有2间浴室的话，你可能就要多掏50万，先存在那边，你才可以做到你满意的样子。所以如果你的预算是有考量的话，反而格局不是你的首选，而是你应该要先看一下浴室里面的状况。浴室里面的状况如果很好，它是很有机会可以直接帮你省下50万现金哦。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件事情啊，是很多人很常问我的问题是，到底这个老屋翻新拆除要花多少钱？你们猜？像现在我们看到的2个案子，我觉得大概都是35到40坪上下。大家知道现在台北市的垃圾车，如果是轻运室内设计的废弃物的话，一车多少钱吗？破万，因为现在呢是1万到2万之间，看你是重型垃圾还轻型垃圾。轻型垃圾1万起跳，重型垃圾更贵。环保法一直在改变嘛，所以现在所有室内设计的废弃物都是废物，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资源回收，他们就是要去掩埋，然后而且要有特殊的专门在掩埋这些废弃物的掩埋场，所以这个钱就很高。而且呢，很长啊，也是会有不是我们业主，但是可能是我们的粉丝，他会传他的报价单给我看，然后问我说这个钱合不合理。我必须得说，因为拆除啊，我们都会以一车一车来计算嘛。可是这个车是怎么意思呢？这个车的意思就是把一个3.5吨的货车载满的意思。真的会有很多人每次都会一直觉得说啊，他的设计师好像报他拆除报的很贵啊。没有，我跟你们说，现在拆除真的就是这么贵。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概念，如果你是一个20坪的房子，你拆8到12车是正常，是基础应该要有的。但如果你一旦拆到厕所啊，15到20车都有可能。一车的概念，我说的是3.5吨的车嘛，可是你们一定对3.5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把它换成一个空间来看好了。3.5吨其实差不多就是一个2公尺乘2公尺乘以1公尺的立方体。这个桌子其实就是差不多160公分，然后这个桌子的宽度也是差不多90公分，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大概我这个再多一点点这样子的长方形，然后往上2公尺，这个就是你可以装的量。但是你们可以想象，一间厕所拆出来，绝对这一个车子是装不完，装3到4车我觉得差不多，而且还不含设备。为什么我这么跟大家提倡？就假如你是口袋没有很深，你预算有限制的人的话，你真的是买新成屋或者是预售屋会是你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光这些拆除的钱，没有跟你们开玩笑哦。最近我们才拆一个20坪的房子，但是它是前屋主真的装潢很多东西，光拆除就花了15万到20万之间。所以就是如果你口袋比较浅的话，你就要评估这些拆除的钱是不是你想要花的部分。以上就是一些我觉得在选择屋子方面可以给大家科普的一些小知识，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如果有人还有什么中古屋，就自己你现在真的是深陷在买房的这个焦虑中，然后有好几个房子你没有办法决定的话，欢迎联络我们润年，我们这边呢有一个这样子专门的服务，是可以陪你一起去看房。以上。